姐，难得休息就别看手机了吧，累眼。你放心，姐夫已经想到方法了。我们的颁奖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趁空呢，我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场馆是什么样的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唐心主播吗？唐心主播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呀！你也来看比赛啊？好多学友宝宝们都在问你呢。你干什么啊？为什么关我直播？滚！没懂啊？心机少女，姐你别放在心上。哎，沈清源选手，选手你好，我这里是瑞直播官方体育频道的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 ？OK。好。恭喜！太帅了！不错啊，不错。小四姐厉害！小四姐厉害！厉害！太棒了，小四姐！太帅了！小四姐最厉害了！我们可以看到，刚才你的表现非常的出色。请问你平时比赛之前有些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当然有了。所以我想请大家去另一个直播间观看采访，直播间号已经发在弹幕里了。彩虹小熊，快去。问吧。你好，这里是。别紧张，别忘了节奏。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林达杯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现场，我是彩虹小熊。原来的彩虹小熊直播间只存在了3天2夜，这是我新注册的账号，但是我想办法恢复了所有数据，还有所有的直播录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是彩虹小熊的粉丝，彩虹小熊就是唐心。网上那段视频，背景确实是彩虹小熊直播间，但内容完全是拼贴捏造，后半部分也不是什么大尺度直播，只是意外。完整的视频已经放出来了。现在回答大家最后一个问题：视频最后的男人是我。哦，是队长啊！队长，沈清源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你的努力应该让所有人看。他这是告白吗？难道他？姐，周总电话。怎么样？有一个冠军的姐夫，好吧？
将就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都得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发现了小姐姐身上有队长无法抗拒的信息素，然后呢又24小时帮她解决了这信息素的问题，否则他俩现在根本不可能住在一起，而且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。哎，那我还得替他们谢谢你了。那当然了。你知道信息素吗？那是什么？书上说，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的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它。动物？就像猫跟猫薄荷，会上瘾，没法抗拒。什么？我感觉我对你有点上瘾。原来他跟我在一起，只是因为信息素。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糖糖，来。糖糖，我看你就把小爱对你做的事儿一五一十都跟周总说了吧。这个小爱一看就是狼子野心，现在还没站住脚呢，就敢捏造伪证举报你，以后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呢。梅少姐，你千万得长点心啊！你总不能每次都让姐夫救你吧？我是她男朋友。周总，哎，唐鑫，来进来进来。台里已经看过你的澄清视频了，你明天就可以正常上班。谢谢周总。来，坐。替你高兴啊！不错，这次你不光为自己找到了澄清视频，还为瑞直播制造了更大的包袱。今天早上，瑞直播的后台数据再创新高，杜林峰的冠名也起到了作用。你这个恋爱谈的真是太好了，一箭三雕，皆大欢喜。其实这个事情，先不用说了，我知道啊。怎么说呢从个人角度呢，你们在一起我没有意见，更不会去干预。但是从工作角度上来说嘛，你要是跟他分手，那可不行。以后我们跟设计队还有长期的合作，你要是一分手，那工作怎么开展？所以你这边要有觉悟。我尽量。尽什么量？好好谈个恋爱不行吗？你考虑分手，真是。我看了一下射击队的计划，10月28日射击队冬训报到，11月10日冬训正式启动。你回家准备准备，接手这个大业务。接下来可能要辛苦一下你，带一带小爱。这姑娘可能能力一般，但是卖萌还行。怎么了？周总，其实小爱，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小爱是做不了什么事儿，但是你可以教教她。小爱，来正好，正提到您呢，来。正好，我是来跟您提辞职的。他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找人伪造了那些视频，但人在职场，谁也不想一辈子当螺丝钉。她是您亲信，又是沈清源女朋友，我认还不成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还没说呢。小爱就这么离职啦？不行，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呗。谁是鬼？我姐姐可不是鬼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一早准时上班。好的，拜拜。姐，你别忘了给姐夫一个回复，记得啊。小爱，终于走了。小
小蓝豆，你好呀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好好成长吧。哪怕有一天你化身变成小精灵离开我，但只要你还记得我就满足了。一口酸爽，两口烦恼忘光光。吃完酸辣粉呢，我再把家里打扫一遍，让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。你回来啦？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家里太脏了，我去打扫一下。我帮你。不用，不用。你酸辣粉都没吃完，怎么就开始打扫了？就觉得太脏了，想把这些都理理清楚。唐心，你快去休息吧。擦好了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打扫卫生啊。我是说你为什么不答复我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啊！哎呀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哎呦。丁医生，打扰您了，我想跟您聊聊。您知道沈清源表白的事情吗？感情的事情，心理医生可不负责啊。对不起啊，我逗你呢。我呢，很喜欢费里尼的一句话：真相总是暧昧不明，只有谎言才一看就懂。我觉得这句话形容感情正合适。唐心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该不该接受他？你要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内心。其实我真的好喜欢他。你这不就早就清楚答案了吗？但是，我可以吗？毕竟他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想解决信息素的问题。更何况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克服自己的问题。毕竟，我不应该拖累他，成绩对他来说更重要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这样想是对彼此都没有信心。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？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好难啊。
队长，您今天跟小姐姐告白，简直帅绝人寰啊！他没回应我，还是需要我来答疑解惑吧？发错了，我是说别人女孩子嘛，当场比较害羞，你回去再问问不就知道了？问过了。啊，也没回应你啊？对。那他难道是不喜欢你？不知道。队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他天天来射击队，你怎么能连这点细节都观察不出来？啊，说起来，唐心小姐姐确实不太会像拒绝人的类型，难道说她只是不好意思拒绝你？队长，我多问一句啊，要是小姐姐真的不喜欢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，这只是个假设哈，队长，我觉得你还是得多去试探试探她，实在不行呢，我帮你试探一下她也可以。怎么试探？郑队，哎，小姐姐，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？哎，小姐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接受我们队长的表白啊？小姐姐，我给你算过了啊，你今天有正桃花，总不会不是我们省队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小姐姐，你也不用给一个精确的时间，你就给一个大概的就可以了。小姐姐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省队啊？我们省队那可是你说的喜欢，肯定喜欢，对不对，小姐姐？我去吃饭了。哎，别瞎说。哎，我陪你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的册子。唐心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特别不好，特别影响你的发挥？怎么影响了？锦标赛的时候，你不就把我给赶出去了吗？啊，是影响了，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看不到你，我才会分心。可你以前不就……我先回公司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耽误了训练。别忘了烤肉派对啊！糖糖，你怎么还不答应沈清源呀？都直播表白了，你还想什么呢？哎，你该不会还是在想那个渣男吧？我就是还没想好。那你就打算这样一直拖着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晚上还要去参加他们的烧烤派对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烧烤派对，带上我呗，我也想去。好啊，刚好你帮我观察观察。姐夫，重要情报。都是帅哥，我要去做个头发，美美的去。都别着急啊，人人有份儿啊，你们都。再拿2个杯子。师傅。
有好了吗？我有点饿了。来，结吧，快！快来，等你很久了。哎，梨子姐，小崔，来一个。来。谢谢。马上将一天给你好，我帮你。哎呀，这个香，我看这个香。哎，还可以，我觉得这个酒还不错。这波马上想吃什么？我等我一下。队长，我来烤2串。好。好呀，让队长烤。锅炉，这个。大北酱。谢谢。来。好，来。谢谢队长。我发现了，姐夫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是有点不一样了。他会照顾别人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哎，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土豆。还挺好的，好好吃啊。拿着。咱们队长现在又细心又温柔，是吧，海哥？谢谢。想吃啊？回答我呀。这个给你吧，还不错。我不吃你的。吃吧，特意为你烤。吃大馒头。那个烤活，咱们再去烤一点吧。好，咱们走。还有馒头酱啊！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有这么黑，最黑的黑。让我们吃饱了。嗯。那我们聊聊。没吃，我还没吃饱。哎，这儿呢？这可以吃。咱们去。好，吃。那吃这个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说今天这么高兴，咱们一起来合个影吧，怎么样？好啊！来！别挡着后面啊！队长来呀！不行，我得高一点。上，小心点儿。低点儿。哎，漂亮啊！来。3、2、1，切呀！你再来一个，吃一个，吃饱了。再来一个，我吃。白娘子，先走了。拜拜。再来一个。队长，海哥你也走了，拜拜。那我走了啊，来，我先走了。都撤啊！队长，拜拜。哎，其实我一想，我也得走。没吃完就散呀！你走了，姐夫啊。是啊。拜拜。别看着我呀。你走了。哎，队长，哎，你看这人都走了，怪无聊的。我有一提议，咱们玩一个特别好的题，真心话大冒险，怎么样？讲一天，带什么好吃的？吃起来。哎呀，不是你弄了这么多好吃的，那我们的惩罚是什么？像我这样心思缜密的人呢，怎么可能只准备方案1呢？还有方案2。噔，你闻闻。来，这个里面呢是掺了生抽、老抽、醋，一点果汁，还有一点芥末，还有一丁点香油，一丁点啊。嘿，准备好了啊！3、2、1。
呀，杜总，啊，杜总，哎，怎么说？选择这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吧。啊，大冒险？你不会是知道我要问你什么问题，所以你选择大冒险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玩得起，给大家热场啊。那选择大冒险的话，大家赶紧说，让杜总做什么？杜总可是见过大场面的啊。哎，我有一个，你说，就让杜总，在学校的主路上冲着小慈姐的方向大喊：“我是猪，我是猪，我真的是猪！”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来，你呀会玩，其实也很一般了，请吧，杜总。行，杜总，你小心。玩游戏嘛，杜总，别当真啊！就是玩游戏嘛。快去，加油啊，杜总！猪，哎，你声音大一点，你得让小慈姐听见啊！而且你怎么能只说半句呢？要全说完。对，我是猪，我是猪，我真的是猪。行了，听见了，回来吧。你俩行啊，我告诉你，别被我逮着。来，你转吧，来吧，是不到我了，来呀，你说。沈队，沈队，沈队小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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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沈队，你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真诚的推荐你还是选大冒险。对。啊，那大冒险呗。好，大冒险的话，我给你出一题啊，你现在在场的里头选一个离你最远的人，啊，然后呢跟他十指相扣，完了再看着他的眼神，含情脉脉的说一句话。给我。给你啊。我说那瓶黑的，给，不过你要这玩意儿干嘛？我选择惩罚。不是，没必要，你可。那你倒一点。哎，队长别干了呀！队长，慢点啊。喝口水吧。不用，我来转了吧。呀，你俩真是啊，小姐姐，真心话大冒险，唐心，我喝酒。哎，你别着急。哎呀，不是，没人逼你啊，你慢点喝。我转是吧？不是，小姐姐，哎，又是你啊，小老腿，你这手气可太好了。咱俩可真是同命相连啊，都指自己啊。我继续喝酒，继续。你怎么总选喝酒啊？我接着喝酒，我接着喝酒。哎，别了吧。不是，那还是有点度数，你少喝点吧。你都喝了好几天了，你别喝了。沈清源，我没事儿。我选择提问。我不听。你喝醉了？我没有。听话。沈清源，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啊？你每次都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每次往前避一步，我就只能退一步，一次又一次。以前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你是不是欺负我上瘾呢？那次烟花会，你记得吗？你不结巴了？我喝多了不结巴。我最近也没欺负你啊。而且烟花会是什么？你看，你什么都不记得，你什么都不记得，你就只知道欺负我。要不咱们散了吧，反正也差不多了。对，这么多东西我们还得收拾呢，你们先走吧。沈队，你送小姐先回去吧。我也回宿舍了。那我也先回了。慢点。又剩咱们哥俩当苦力了。对啊，而且设计好的游戏全玩砸了。
跳呀跳呀，他们在跳圆圈舞呀，跳呀跳呀，1、2。小熊小熊点点头啊，点点头啊，1、2、1。小熊，你看，那是四叶草吗？什么？你看四叶草啊，不是说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吗？小熊，我们找到幸运了。唐心啊，回去吧。可是我都找到幸运了，为什么他还是不记得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摘下它吗？哎，小心啊！唐心，别玩了，很晚了。我没有玩，我就是想摘下四叶草。洋娃娃为什么非得摘四叶草？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啊！摘下四叶草，不止我会幸运，小熊也会幸运。那洋娃娃为什么会让小熊幸运？是喜欢他吗？当然了，洋娃娃喜欢小熊才会跟他一起跳舞啊。可洋娃娃拒绝了小熊的告白。那是因为洋娃娃害怕。怕什么呀？他害怕小熊的告白不是真心的，只是为了解决那该死的信息素。不想走，看着你像表现更自然，却又觉得笨拙，话没说出口，怕太少又怕太多，怀疑这一笑开了连锁，终是光顾的我，终于洒脱，爱怎么就怎么折磨。就是爱走到寂寞，面对落空还装作不懂，还不承认最后。心妍，你要是小熊就好，我就什么都不用怕。离开时候微笑难过，我点点头。队长，我已经打算放弃做你爱情的导师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悟性不高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说今天那么一个天赐良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抓住呢？你看，你就比如说那么好的机会，那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啊。如果你不珍惜这一次机会，那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呀。江一天，怎么了？我有正事儿。正事儿？那我好好听一听。沈清源，昨天那些事应该是做梦吧，千万不要是真的。否则太丢人了。3件事：1，桌上有早餐，记得吃；2，
今天训练不多，我已经帮你请假，你在家好好休息。3，还记得我们之前去过的糖果游园会吗？晚上9点，我在那里等你，一定要来。游园会不是拆了吗？你好，先生，欢迎光临爱度。请问您想了解哪一款呢？我们有为情侣提供的款式，也可以为结婚定制样式。请问您是想送给女朋友，还是想送给爱人呢？我想看一下这个。好的，先生。这一款是爱度的最新系列，设计师别具匠心的把爱度的商标融为一体，设计出柔美的四叶草造型，寓意着浪漫的爱情里又有着无限的小幸运。万无一失。你是要发传单吗？跟我走。这是我的神奇糖果冻，我就送你们2颗糖果恋爱签。什么是糖果恋爱签？这张糖果合二为一，就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恋爱命运哟。嗨。嗨。沈清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不是沈清源，我是小熊。滴。洋娃娃愿意跟小熊跳舞吗？唐心，接下来我说的这段话，请你记住。小熊是因为喜欢洋娃娃才会跟他跳舞的，不是因为什么性激素。可是小熊很笨，一直以为这是性激素的原因。其实小熊很早就已经喜欢上洋娃娃了。所以让我陪你跳舞吧，不管你想跳多久，我都会陪你。沈清源，快把套装脱了吧，挺闷的。你不口吃了？也许哪天你再度确定了他的感情，口吃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。
所以你不是因为看见我紧张才口吃，你是因为没有等到我的表白才口吃的。才不是这样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刚才脑子里都是你穿玩偶装的画面。啊，这个糖快化了，赶紧尝尝。沈清源，这是专属于我的那份幸运，现在我准备把它送给你。现在你身边站着2个幸运之神了，所以你碰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怕，我都会陪你。洋娃娃这次有进步，没直接推开我。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吧？沈清源，抱歉，我没事，来日方长。今天这么早啊？啊，好奇怪啊！明明早就住在一起了，我干嘛这么紧张？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？这关于交往之后的事儿嘛，我虽然没有实战经验，但是我的理论知识还是可以给你提点意见。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我先去放下包。嗯。没太多煽情话，但有你陪陪，靠着你就仿佛全世界都被抱入怀。你吃过饭没啊？没有。啊，今天换我给你做饭了。啊。是不是糊了？放着吧，我来。不要山盟海誓的告白，只要身边你在。平淡中有你，就胜过所有轰轰烈烈的爱。你给我简单而不平凡的爱，因为有你，漫长的时光才有了期待。你吃吗？你吃吗？我吃。越平凡越精彩，不需要让机会长，只需要有你融化。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啊？
国外的东西不太可口，我就自己学着做了。后来当了运动员，也不太能吃外面的东西了。哦，明白。沈清源，你比陈海他们进队都晚，为什么你是队长？我成绩好，成绩好就可以当队长？长得也还行。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呢？准备吃饭了。哎，有点烫，我来。端下菜。啊。给你。唐心。我们要不要发一个朋友圈，正式公布一下？公布什么？官宣啊！江一天说女孩都喜欢这个，要不然发个情头也行。你都学会情头这种词儿啦？那我也发个朋友圈，男孩子应该也喜欢。发点什么好呢？你就写沈清源是我男朋友。这么直白吗？或者你写我是沈清源女朋友也行。那我干脆把你的微信页面截个图，然后打上都是唐心的水印，好不好？这个主意好。你干嘛？工作对象这个标签是不是多了2个字啊？虽然只少了2个字，但是看起来好奇怪。适应2天就好了。今天的课题是队长的职责。那请问沈同学，队长的职责是什么呢？监督队员完成教练安排的训练任务。那具体怎么监督呢？点名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我这样问吧，如果说有些队员虽然完成了指标，但他们的成绩一直上不去，你作为队长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是在说江一天？就比如说是他，他属于人在心不在，自己不要成绩。那就更需要队长的帮助啦。教练为什么给大家设定训练指标呢？无非就是想帮助大家提高训练成绩。那你作为队长监督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呢？队长的职责就是要监督队员们提升成绩。最后，我们这节课为什么叫人际交往进阶课程呢？因为如果人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话，会让大家感到不认同的。我们不是说好要帮助队员团结起来、愉快起来吗？帮助吊车尾的队员获得大家的认同。加油吧，沈同学！这男朋友跟女朋友交往之后啊，一定要全身心的接受女朋友的领导。但是这和社畜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什么不同？那就是女朋友给的回报。碰一下全好像加不了人。那你要怎么样？你真不明白？明白了。我去洗碗。教练找我。啊，坐。
小沈啊，马上就要冬训了，在冬训之前有一次统一体测10000米跑，是咱们队的弱项，所以这段时间我想加强一下体能训练，包括整顿一下队伍纪律。所以你跟唐鑫这段时间，教练，任何因素都不会影响我的状态，而且我保证，这次我会监督每一位队员都合格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就看你表现了。今天下午你安排。好。去吧。这2天真的累死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队长今天主动跟我说话了。嚯，真的假的？不容易啊！恭喜恭喜！是啊，我也不知道队长今天怎么了，今天一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。哎，我说你们用得着这么受宠若惊吗？说到底，你们这个也是单人项目，互相都是竞争对手吧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成绩的事儿嘛，行不行还是看咱们自己。但是团队氛围这事儿，大头不还得是看咱们队长？是啊，谁不想每天轻轻松松的？哎，知道为什么自己练不出成绩了吧？哎，进去吧，有个事儿宣布一下。什么？过会儿，我带大家练一下10000米长跑。啊，不能吧，队长！队长，长跑10000米，3天抬不起胳膊举枪啊！对啊。冬训体测要测8000米，帮你们把体能提升一下。计划表晚点会出来。队长啊！队长，不要啊！强哥，你跟队长走得近，去劝劝他，不要这么费心吧。我能说什么呀？提到成绩的事儿，我不过就是个候补，可不敢往枪口上撞。队长，这冰山男突然融化也太暖心了点吧？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么贴心的照顾啊！吉人自有天相。小慈，这个是送你的小礼物，谢谢你之前那样鼓励我。你不用这么伤心的，我就是看不惯女孩被欺负。也不是，之前我们并不熟悉，但是你毫不犹豫地相信我，我很感动。你就不怕我是故意拉近和你的关系啊？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，沈清源他为什么喜欢你，因为你简单，一眼就能被看穿。小慈啊，其实我有个问题想。你送我这礼物，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？当然，我当然愿意跟你做朋友，只是你这么优秀，我还怕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呢。瞎自为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我也是。其实我刚刚知道你想问什么，